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美国恐怖故事第4季中，主打的是畸形秀像身体残缺的人以及精神残缺的正常人。其实无论在哪个年代，畸形人都会被正常人用有色眼镜看待。但是比起身体上的畸形，畸形人的内心世界更值得我们去探讨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龙虾男孩，他就是从一个著名的马戏团演员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杀人犯。什么？一个畸形人还能成为杀人犯吗？所以他是为了泄愤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正正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龙虾男孩的内心世界吧。这个龙虾男孩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之所以有这个外号，是因为他患有手裂畸形，也叫做龙虾爪手畸形。这样的患者，手指和脚趾会融合成爪状的附属物。但是这种状态对于龙虾男孩一家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，因为这是个家族遗传病。长久以来，这种罕见的先天性畸形就一直困扰着他们。在1937年的6月26日，格雷迪·斯蒂尔斯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他是家中的第4个孩子，同样遗传了父亲患有先天的畸形。但是格雷迪的情况最为极端，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腿，必须用轮椅或者爬行来走路，依靠强大的上肢力量才能支撑起自己。然而，随着家族成员的壮大，先天畸形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格雷迪一家并没有自暴自弃，反而当成是机遇，利用这个异于常人的龙虾手供人观赏。因此，早在19世纪，父亲就成立了一个名叫龙虾家族的马戏团，通过参加各种狂欢节和马戏团表演赚钱度日。他们只需要展示自己畸形的龙虾手，就可以得到观众们的猎奇目光，为此收获颇丰。据说格雷迪一家从畸形秀中可以赚取5万多美元，有时候甚至接近10万美元。7岁那年，格雷迪开始跟着父亲进入马戏团表演，继续开展家族生意。由于他的畸形情况最为严重，无法行走，但他可以利用上半身的力量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给观众们带来震撼的感觉。所以很快格雷迪就成为了畸形秀的中心人物。虽然台下的观众经常嘲笑他的残疾，但这也给他们一家靠着这种先天缺陷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。在马戏团当中，有一个名叫玛丽·特蕾莎的女员工，她长期与格雷迪合作表演，关系很密切。很快，这2个人就陷入了爱河。玛丽并不介意格雷迪的缺陷，接受了他的求婚，结成了夫妻。婚后，他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，生下了4个孩子。但是，其中2个孩子并没有逃过厄运的安排，也遗传到了先天缺陷。自然而然的，这2个孩子也注定是要参加畸形秀的命了。在外人来看，格雷迪一切顺利，有家庭，有事业，还有4个孩子，与其他畸形人相比，已经是相当幸福的了。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谁愿意把自己的伤疤展示给别人看，受尽屈辱呢？格雷迪内心也面临着种种挑战，心中也暗藏了无尽的黑暗。对自己的缺陷，他充满了痛苦和怨恨，开始借酒消愁。然而酒精可以麻痹人的意识，但也会毁掉人的意志。格雷迪也渐渐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怪物。作为一个酗酒者，格雷迪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脾气非常暴躁，经常对家人侮辱谩骂。不仅如此，他竟然还会动手打人。逐渐的，连马戏团的其他演员都对他避而远之。可能有小伙伴们会问，他身体有缺陷，怎么还会对正常人构成威胁呢？其实大家还记得正正刚才提到的，格雷迪的上肢力量很强大，一旦喝酒，他就开始大吼大叫，家暴妻儿。据说他的龙虾手可以像老虎钳一样有杀伤力，经常对家人进行殴打，有时候还会死死地掐住他们的脖子。最过分的是，有次格雷迪喝醉了，竟然徒手把妻子体内的节育环给扯了下来，并且试图掐死他。周围的人对他越来越恐惧，因为比起他身体的畸形，格雷迪心理上的扭曲和变态更为致命。然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直到了有一天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事情。格雷迪有一个正常的女儿，叫做唐娜，她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。由于长期生活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之下，她非常向往马戏团之外的世界。由于唐娜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所以格雷迪在清醒的时候还是很珍惜她的，视为掌上明珠。但是长大后的唐娜让格雷迪有些恼火，因为她谈恋爱了。格雷迪并不满意这段恋情，试图拆散他们，但是唐娜很有主见，常常与之对抗，因此父女2人的关系一度达到了冰点。后来唐娜决定结婚，这彻底激怒了父亲。在1978年婚礼的前一天，格雷迪拿起了猎枪，开枪打死了女儿的未婚夫，家人都震惊了。唐娜没有想到父亲会做到这个份上，她以泪洗面。而此时的格雷迪毫无悔恨之意，还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会杀了他的。”昔日的龙虾男孩竟然会沾染上命案，消息一出，很快就引起了轰动，媒体争相报道，悲惨的畸形人竟然转化成为了杀人犯。在审判中，格雷迪仍然没有表现出悔意，他承认自己犯下了谋杀罪，最终被判软禁，缓刑15年。格雷迪曾辩解道，自己不能被送到州立监狱，因为没有监狱能够照顾他这样的残疾人。因为常年吸烟，他还患有肝硬化和肺气肿。然而，凭借这样的辩解，
为什么格雷迪会变成如此可怕的人？命运的不公，自身的缺陷，似乎注定了格雷迪失败的人生。但是为了生存，他不得不揭开自己的伤疤，在舞台上供世人取乐。久而久之，自卑、怨恨、嫉妒的心理逐渐吞噬了他，人性开始变得扭曲。龙虾男孩的畸形命运确实让人同情，但他把自己可怕的生活状态转移到了无辜的人身上，心灵上的畸形笼罩了他的生活。这种伤痛很难被抚平，也可能永远无法治愈。我们总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看畸形人，但是真正的恐怖从来不是血肉横飞的场面，而是人性的黑暗。如果面对畸形人，大家都能少一声讥讽，少一次嘲笑，事情是否会变得不一样呢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说不定真的会有所改变。所以，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世界，少一份攻击，多一份宽容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